大家知道吗？在越南也有一个故宫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啊。我后面就是河内的升龙皇城，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河内故宫啊。下面跟着我的镜头一起看一下这个故宫什么样子的。其实，在越南有2个皇城啊，一个是顺化的皇城，一个就是这个河内的这个了。这个皇城叫做升龙皇城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台啊，叫做旗台，它是越南河内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啊。很多这个越南宣传画都用这个作为这个越南的标志啊。这个旗台它曾经是这个升龙皇城的一部分啊，高33.4米啊。现在位于越南军事博物馆里面啊。它是一座著名的塔式古建筑啊，因为它是在皇城时期建的，所以说它也属于皇城的一部分啊。如果说这个升龙皇城，它也属于一部分，所以说也要拍下它。它是一个红砖结构啊，是在1812年建成的，顶部有6角形的雕花图案，台基分为3层啊，这里还陈列着以前的鼓炮啊。它这个升龙皇城就在这个旗台的后面啊，大家看有一个飞机啊，这是越南缴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飞机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就不看这个旗台了，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皇宫去看一下啊。从这可以进去啊，买票啊。它这个前面那就是那个巴亭广场，前面就是巴亭广场，这个正对着巴亭广场，然后人民英雄纪念碑、巴亭广场、胡志明陵墓。它是和那个故宫一个构造啊，就它是一个构造的。中文、越南语、中文。OK， 买了票了，3万，相当于10块钱，相当于10块钱。你看，进来了啊！这就是这个升龙故宫啊。下面我就讲一下这个升龙故宫的历史。皇城建于11世纪的越南李王朝时期，它是许多朝代的首都啊。李朝、陈朝还有后黎朝都在这里建立了首都，也具有1000多年的文化。在2010年7月31号啊，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会议中，将这个升龙皇城中央部分录入世界遗产。我们看到的这个门啊，就是皇城的端门啊。大家知道北京故宫有一个午门、端门，这跟北京故宫一样的，也是个端门啊。大家看端门是黄色的啊，它旁边啊也有2个小门啊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也有一个啊。但是规模啊，它比北京故宫要小很多啊。这个大广场就相当于这个上朝的地方吧。大家看那个就是旗台了啊，旗台。刚才我拍过了那个旗台，这个广场也非常大，也是3个小门啊。其实很像中国各个县城的那个城墙啊。大家看上面写着端门啊，它这个墙破破烂烂的，都是经过破坏了，就是简单的修补啊。但是端门2个字还有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这也是大门啊，这是中间的大门啊。大家看有轮子啊。后面这是顶门的那个大柱子，这是端门的后面啊。从这里可以上去啊。我们从这边上去啊，这边有楼梯。它这花还挺漂亮的，是装饰品，假的花。从这上去可以俯瞰这个广场。这边旅游的人很多啊，一般都是外国人啊，来这边旅游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广场，很像学校的操场啊。现在进这个2层的城楼看一下。越南这边皇家楼啊，都是黄色的，都是这种黄色，和中国那种黄还不太一样。大家看，这种午门楼，它是5个门，它不止5个，好几个人。那午门楼，从这边上去啊，看一下是不是从这边上去。
非常绕啊，非常绕。发现现在我的从龙上下来了，大家看有很多红灯笼啊。我们看一下两旁啊，这是越南的水上木偶戏啊，在河内非常有名啊。河内环江湖边上就有这种表演，价格30块钱啊。这个也是这个相当于越南的国宝吧。大家看，这是城墙的砖，来讲一下它的历史啊。在公元886年，它成为一座城寨啊，被称为大罗城寨。在公元1010年，当时的越南李朝的初代皇帝啊，李太祖迁都大罗城。据说当时的李太祖看见红河上升起蛟龙啊，所以起名叫做升龙，这就是升龙皇城的来历啊。这个皇城啊，一直做到了1397年啊。1397年的时候，越南的首都迁到了清化，这时候啊，河内这个升龙皇城就作为东都。然后就是李朝啊，经历李朝之后啊，又经历了阮朝，阮朝也把这个都城迁到了顺化，把河内这个叫做升龙啊。1831年，阮朝迁都顺化，升龙皇城被缩小，在19世纪末啊，遭到法国殖民者的破坏，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被修复后的状态啊，它的很多城楼啊都被破坏了，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砖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大钟啊，大钟写着国泰民安，这个钟也非常的大。好，我们去广场那边看看，那边还有一个大鼓啊，大鼓对应的就是这个大钟啊。这中间这个好像是香炉吧，非常大啊。大家看，龙头中间4个龙头，两边2条龙，非常霸气啊。升龙，越南还是比较崇拜龙的啊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大鼓了，大鼓。它鼓下面还有一个乌龟呀，它跟故宫似的。故宫我记得是太和殿门前好像也有乌龟，好像还有丹顶鹤，反正很多动物。我们看这边有很多拍照的，都穿着越南这个古时候的这个服装呀，跟中国似的啊，都喜欢穿这种朝代服装拍照。这边看这种宣传画，战争宣传画，它是被法国殖民者给破坏了，所以说那很多这个战争的画面，大家看非常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叫华盖啊？就是皇帝给皇帝这个挡风挡雨的这个伞吧，大扇子，大黄扇子，这应该都是当时给皇帝扇风的，是丫鬟给皇帝扇风的，也是黄色的，皇家黄色。这是这个大臣给皇帝下跪朝拜啊，给议事。大家看那个皇帝啊，看见没有？皇帝啊，大臣给皇帝，大家看上面有字啊，大家暂停一下看一下这个字啊，都是中国字啊。好，现在我出来了，大家看这个就应该就相当于太和殿了，金銮殿，这应该就是它这个后面啊，大家看后面它是假的，后面是一画是画，因为被毁了，因为被法国殖民者毁了嘛，所以说他弄的一张假的假的画出来的一个宫殿，但是前面的椅子好像是真的，前面的宝座应该是真的，当然也可能不是真的，但是是实物啊，后面的房子是假的，这个宝座是实物啊，他就是想把这种场景给陈列下来，让大家看一下当时什么场景啊。它是两边也有2个小门啊，大家看2个小门，也是龙啊，龙。这个台基有点矮呀，这是当时的一些照片啊，大家看一下当时的一些照片。这是末代啊，就是18几几年才有照片。
这是当时的分布图啊，这个图我感觉有点虚假，它应该没有这么气势恢宏啊，它应该没有这么气势恢宏。好，现在我们去陈列馆看一下这个黄袍啊，皇帝穿的龙袍啊，大家看，这个龙袍和中国的皇帝穿的差不多呀，也是金黄的，上面有龙啊，有龙，这是龙靴，靴子都是金黄的，非常黄。这是戴的，这是什么？皇帝的，这是正面，这里是正面，全是龙，这也是龙啊，这是出土的，这应该是出土文物。龙头啊，非常霸气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它的后花园了啊。它这个后花园就相当于故宫的那个御花园了，御花园就是皇帝玩的地方嘛。这个御花园啊，还挺清新的，就像一个小公园似的，没有奇珍异术，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东西啊，但是感觉很清静啊，很清静。可能当时历史上可能有很多奇怪的树木吧，但是现在没有。这是越南健身用的啊，越南很多现在健身用的都是这种木头的，很奇特啊，这种健身用的，中国现在没有，中国都是塑料的或者是铁制品啊。在越南很多这种木质的健身器械，它不是古代的啊，它是现代的，这健身器械是现代的。这是出土的这个当时的画面拍的照片啊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后门了啊，后门，大家看这个城楼它就没有那个端门霸气啊，但是也是这种黄色啊，也是这种土黄色。它这个中间没有门，发现没有？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堵上了，还是说以前就没有啊？你看中间没有门，它这从两边过啊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也是很深的，像迷宫一样，很小。哦，好像还出不去嘞，从这进还出不去。这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，但是可以上去观望。好，现在我们上2楼看一下啊，从这里上去啊，从这个地方上去有楼梯啊，上来了，这是2楼啊。2楼也是一个小房间，也就几平米的小房间，非常小。3楼好像上不去啊，这是一个庙，这是供奉神的啊，我现在又到这个后花园了，发现一个这个地下这个防空洞，就相当于防空洞吧。这皇帝也是为了安全呀，所以说也有防空洞，可以避难用的啊。